观众们，大家好呀，我是你的前女友。不拯救世界的日子还真是平淡呢。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中二少女。那么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个魔法少女网站的之后的故事。上回说到，小天使朝雾彩提议找到治疗系的魔法少女，但是那本杀戮杖中只有照片，并没有记录他们的魔法属性。小彩感觉照片里的小萝莉有点眼熟，眼熟就对了。这个小萝莉名叫红海，是个爱玩小狗组合里的人气王。这组合名字是用脚趾头想出来的吧？来，跟我感受一下来自爱豆的力量。小彩和露奶找到了红海，利用时间静止和空间转移，三个人来到了荒郊野外。红海得知他们都是马猴骚酒，表现得异常热情，不得不说他确实是很可爱。小彩说有一个魔女受伤昏迷了，看他能否提供帮助。还没等他回答呢，经纪人已经抵达了现场。他留下地址后就被抬走了，真的是被抬走哦。晚上，他们根据地址找到了红海。露奶看着他毫无防备的样子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红海带他们回到了家。当他打开门的时候，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。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，不是吧？听说过金屋藏娇，这藏偶尼桑是什么鬼啊？我感觉我瞎了。红海说这些都是他的粉丝，说着就要开始脱裤子了。他的魔杖居然是胖子，你敢信？只要他穿上胖子，大家都会对他言听计从，怪不得他根本就不用什么防备。这么强大的魔法，与其成为敌人，不如成为朋友。但是，一提到朋友两个字，红海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。他有一个朋友叫做三门，也是魔法少女，后来惨死家中，杀他的人就是黎奈。黎奈上次用的结界就是三门的魔杖，还记得上期里提到过的神秘人吗？他就是红海。因为还有离世，杀掉黎奈成了他的执念。好在没人告诉他要救的人就是黎奈。露奈问他为什么使用魔法没有流血，红海说这个要保密。反正宝贝儿们你们自己猜吧。露奶和小彩来到了医院，看着昏迷不醒的黎奈，两个人计划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这让门外的哪牙听得一清二楚，我还以为他已经下线了呢。晚上呢，管理员来到了黎奈的病房。这句话真的是太魔性了。他因为少了一枚棋子感到遗憾，好巧不巧的哪牙走了进来，这接班人还真是说来就来。哪牙的魔杖是悠悠球，得到力量之后呢，他打算找小彩算账。那么为什么他一直欺负小彩呢？1年前，小彩作为转校生来到了这个班级，老师安排他坐在哪牙的前面，哪牙主动的和他打招呼，他却因为太过于腼腆说不出话来。体育课上，因为他跑得太慢了，老师让全班留下来等他跑完。同学间怨声载道，哪牙帮他解了围。后来因为他读语文课吐字不清，老师让他重新读，哪牙反驳了老师，替他缓解了尴尬。按道理他确实应该说一声谢谢，结果等哪牙找他搭话的时候，他还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从那天以后，他便如同身处地狱。小彩觉得这都是他的错，如果自己能正常的与人交流，就不会这样了。露奶希望他能坚强一些。我感觉这件事的主要问题还是出在了沟通上面。小彩自身是有问题的，她受到哥哥的欺凌才变得内向怕生，但是哪牙也很极端啊。如果你帮助别人是以得到回报为目的，那真是大可不必了。为善只能存在表象，一旦内心得不到满足，内在真实的一面就会暴露无遗。另一边，哥哥发现朝雾彩经常和同学出去，这没了沙包的日子对他来说并不好过。他打算从妹妹的房间里找点线索，结果还真的发现了点什么。看着妹妹经常浏览的网站，他也对马猴烧酒产生了兴趣。但是404，你气不气？哥哥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他从小学习优异，所以取得好的成绩仿佛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。一旦考试不理想，他就会遭到父亲的拳打脚踢。他人长得比较帅，成绩又好，走到哪里都会吸引很多的目光。面对别人的夸赞，他只会打心底里觉得恶心。在外面他装得像个人一样，但是面对妹妹时，他就会暴露本性。他觉得自己可能不是人类，而是神。呸，这可真是不要个脸了呀，这算不算是强行洗白呀？妹控表示并不接受。第二天，红海隐退的消息在同学间广为流传，哪牙重新回到了学校。恰巧露奶没有来上学，只剩下小彩一个人瑟瑟发抖。班主任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重磅新闻，班里迎来了新的转校生，这个人就是红海。他因为想为朋友报仇，选择了隐退。それでも私はあいつを殺したいんだ。用最可爱的表情说着最凶残的话。因为露奶一天没有和小彩联系，他决定放学后去露奶家里看一看。红海打算和他一起去，因为是朋友吧，他也很担心露奶的状况。但是放学之后，小彩并没有等到他。哪牙找到了红海，告诉他他一直要找的仇人就是小彩要救的人。小彩独自去了露奶家里。此时的露奶因为过度使用魔杖，躺在地板上奄奄一息。他旁边绑着一个男人，这个男人就是让他家破人亡的杀人犯。他阻止露奶叫救护车，因为救护车一来，他的复仇计划就泡汤了。
死对于杀人犯来说太舒服了，生不如死才是他想要的效果。但是祸不单行，奶牙找上门来，他说红海已经去了医院。露娜用尽最后的力气为医院里的李奈布下了结界，红海没有得逞，他怕人发现，就赶紧离开了医院。正所谓趁他病要他命，奶牙开始重拳出击，好在他们躲了过去，但是杀人犯却被击中领了便当，这可真是便宜他了。露娜见到自己复仇大计已经落空，昏了过去，小彩只能和奶牙1v1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小彩是属于劣势的，奶牙疯狂的秀操作，疯狂输出。小彩想到一直以来都是露奶守护他，这次应该换他来守护露奶了。他用魔杖布下了结界，大楼经他们一番折腾，马上就要坍塌了。危急时刻，小彩把奶牙转移到了教室，他坐在小彩的位置上，看着一桌子的污言秽语，不敢相信是小彩救了自己。他并没有放弃，因为他要在Time-Pass到来的时候活下去。小彩和露奶在结界里幸免于难，小彩只是轻伤，露奶陷入了昏迷。红海离开医院之后，准备去小彩家里找他算账，哥哥给他开了门，他看到哥哥长得这么帅，没能顶住。这比起来家里的欧基上，哥哥确实是还不错。红海面红耳赤，心跳加速，他跟哥哥进了屋，两个人心里各怀鬼胎。哥哥觉得她有可能是魔女，应该好好利用一番。红海的心里想着杀掉小彩，但是又怕哥哥伤心。别说，你想的还挺周到。哥哥在红海离开的时候送了他一把伞，心里盘算着这样下次见面就有借口了。哦，这就是撩妹的亲生套路吗？学到了，学到了。医院里面，李奈醒了过来，救她的是一个叫小雨的女孩，她的魔法是用自己的血液来治疗他人。小雨的性格内向，喜欢自残，平日里需要用药物来维持理智。她还治好了小彩和露奶，虽然身上的伤好了，但是作为魔法少女的血条并没有恢复。小雨是其他网站的魔法少女。这宣传标语都是一样一样的。小雨救治他们就是想要一起合作。魔法少女网站还有许多，管理员也各自不同，但是他们属于同一个组织，有着共同的目标 Time-Pass。Time-Pass 中文意思是暴风雨，它将在8月11日19时的23分到来。那时先人类的王会解除封印，大部分的人类将面临着死亡，只有为王提供足够多的负能量，才能阻止这场灾害。负能量的载体就是魔杖，献出负能量最多的魔法少女才能在暴风雨中活下来。网站把暴风雨的事情告诉了一小部分魔法少女，导致她们自相残杀，因此魔杖被频繁的使用，少女们的寿命不断被侵蚀，她们更像是这场暴风雨的祭品。管理员压根儿没有想让她们活下来。小雨觉得这件事背后另有阴谋，只有把管理员抓起来才能问出真相，找到活下去的办法，所以才让他们寻求帮助。人多力量大。另一边，管理员发现有人对网站产生了怀疑，对魔法少女开始了杀戮。今天的故事就先到这里啦，但是我一定要吐槽一下这番的异地啊！什么鬼啊！这片尾竟然直接上真人，操作有点迷呀。不过小姐姐还是蛮好看的。管理员背后到底有什么阴谋呢？小彩他们能否躲过暴风雨的侵蚀？这些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说啦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啦，喜欢的观众老爷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关注、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随时收获更多精彩故事。